全球突变，所有人都觉醒职业，有的人觉醒战士、武僧、牧师，可唯独你却觉醒了最下水道职业召唤师，但却开局获得了最强天赋海克斯科技强化，并抽取到了恶魔契约和执事之心2个符文，可以牺牲生命之上限来让召唤兽进行进化，从小鸟龙进化到飞龙，再进化到暗面，这下起飞了呀！今天是学校组织觉醒职业的日子，班主任告诫你们，咱们平民学生转职的时候最好选择战士，这个职业不需要花钱，也不用太多天赋，前期就有战斗力。但如果家里有钱，能拿出1000万买装备，1000万买法术，再拿1000万请打手，那么不要犹豫，法师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好基友冷风凑到你身边，凡哥，你想好转哪个职业了吗？你耸耸肩，当然是战士。在这个时代，职业直接决定了未来的生活水平。虽然每个职业都有未来，但发力阶段不同。德鲁伊、游侠、武僧等职业就如同3本大学，不说他们不好，只是出来后大概率失业。而战士就像一门技术，转职后直接就能赚钱，给老板们当肉盾。可就在你走到转职水晶面前的时候，检测面板却显示最佳推荐职业为召唤师。你愣了下，呵呵一笑，就算最适合我也不可能选。众所周知，召唤师是一个典型的下水道职业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前中后期全部弱势，不但比法师烧钱，打架还打不胜骑士，唯一说得上优势的人海战术也被亡灵法师比了下去，烧最多的钱练最蠢的职业，一个字狗都不选，好吧？可刚说完，脑海中却响起了系统提示音，检测到宿主太过看不起召唤师，已激活召唤师神级天赋海克斯强化符文，每5级可以为召唤物选择2个海克斯强化。恭喜你已觉醒冷彩级符文恶魔契约、白银级符文执事之心。你面露惊喜，海克斯的强化一共3个等级，白银、黄金、冷彩，这一下居然就抽到了最高级，这好像也不得不选了呀。查看了一下恶魔契约符文，效果是消耗生命之上限或者天赋点，用于让召唤物进化。执事之心则是队伍内被视为额外拥有1名执事，并获得1枚执事徽章。不愧是老八契约，用生命之上限换取天赋，一个走钢丝的强化效果，但又极其让人上头。点头道：“老师，我要选择召唤师。”班主任疑惑不解，召唤师实在是没有出息，我劝你换一个。你则直接把恶魔契约的属性给亮了出来。老师声音提了个8度，S 级，可依然还是有些担心，召唤师还是太不让人放心。班级的同学们一脸复杂 ，S 级天赋呀，可惜了，是召唤师，放在他身上纯属浪费。就是拉倒吧，真以为一个天赋就能把垃圾职业救活？我倒要看看他能把召唤师升到多少级。没有理会他们，回到家后掏出一本书，从零开始玩召唤师职业。翻开第1页，请放弃召唤师职业。一阵无语，这职业这么不被人看好吗？下一页是，但如果你真的没办法选了，那就准备好进场时机。后面就是一些教你怎么契约召唤兽的东西，末尾还附带了一个可学习的技能，召唤小鸟龙。行吧，总比没有好。布置好契约法阵，再使用技能，大喊一声契约启动。随后浓烟冒出，一只傻呆小龙从阵法中出现。查看一下属性啊，临阶召唤兽，1级血量400点，技能有头锤和撕咬。一阵无语，难怪召唤师很难升级，就这种强度，组队是真没人要了呀！只能希望恶魔契约给点力了。思考了一下，自己总共有1100血，先尝试性献祭了600点生命的上限。您已获得60天赋点数。果断选择加点，只见小鸟龙浑身冒出一丝金光，身体突然膨胀起来，翅膀长大了一丢丢，血量提高到800，技能则是多了个火焰，不错。慢一点头，要知道刚才只消耗了1点天赋，连续点击10次天赋加号，给我疯狂提升。大鸟龙已进化为2阶轰龙。这一次血量提高到1500点，已经超越了你自身血量，攻击力更是飙升到52，不错不错。但距离单双副本的要求还是有点难，因为一般情况下召唤师没人愿意组，想升级只有单刷这一条路，一口气把所有天赋点砸进去。这一次升级要求很高，要求40天赋点。轰龙身上金光直冒，叮叮叮，升级升级。轰龙已经进化为3阶暗黑龙。一声低吼从契约法阵中传来，只见一对翅膀扇起大风，轰龙就能飞到了半空，变成了一只中型飞龙，气势远超之前。属性面板如下：3阶召唤兽暗黑龙，血量3000，技能多了龙焰、风刃、巨龙冲锋。新增加的技能巨龙冲锋可以一口气造成攻击乘以25倍伤害，也就是1640点。猛吞口口水，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啊！忽然想起来，不对呀，我还有个提升方式：白银级海克斯强化符文执事之心，将文章给暗黑龙佩戴上，瞬间显示羁绊已经到达2级。
效果是选择一名召唤兽进化成 VIP 执事，增加20%生命值和攻击力，并得到特殊技能强化。果然啊，此时暗黑龙头衔前面已经带上一个 VIP 标志，整体变得更帅，更加上流贵族。生命值、攻击力、技能都增强了，血量提升到了3900，攻击120。巨龙冲锋，这是可以同时对3个目标进行打击，3000伤害。不愧是神级天赋，不愧是恶魔契约啊！走，下副本去，深渊我来了。抵达副本门口的时候，一群人在门口喊着10级狂魔战带普通深渊10万一次，机不可失，誓不再来。5级法爷找小弟护卫1万5一人，老板撒钱啦！这时人群中有个熟悉身影向你招手，嘿，凡哥，这边，正是冷风。你奇怪了，你也没进去吗？他翻了个白眼，咱们同班的2个战士倒是组到队伍了，但别人一听说他是武僧，就一点兴趣没有。虽然是低级深渊，但死了就是真死了，没人敢拿性命开玩笑。你呵呵一笑，要不我带你？嘿嘿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凡哥。2人迅速组好了队，冷风马上发了条消息到公屏 ：S 级天赋职业者带撒酱油5000一人，感兴趣的速来。很快，2个刺客1个法师就进了队，他们都是普通打工人，别人带1阶深渊，一人需要至少1.5万，他们1个月才3000，那可是半年工资了。看了一眼，你居然是个召唤师。刺客文雅间问道：“大佬，虽然你是 S 级天赋，但真的能行吗？”你呵呵一笑，别问，跟着来。副本很快开始，7、8只冻僵的死尸从街道旁爬了出来，正是1级的寒尸，技能有撕咬和减速光环。查看属性面板，带减速，而且数量多，妥妥的新人杀手。3个酱油妹子紧张咽了口口水，只见暗黑龙翅膀一闪，妙一动，锋刃呼啸而出，减693。直接斩下狗头！我操！我哑下惊呼出声，这伤害属实有点太高了吧？和伙伴们对视一眼，赌对了，这召唤师是个真大腿啊！就算是战士职业来，第一波寒尸也得拉扯着打，1波半小时啊都算快的，但现在短短几十秒，4道锋刃射出，连续秒掉4只，解决完第一波怪，甚至不需要2分钟。霍灵儿放下了偏见，原来召唤师这么猛的吗？可为什么都是弱啊？冷风得意一笑，不是召唤师强，是我哥们儿强。杀了这波怪，你的等级也升到了2级，血量上限从400到了500，心中一喜，这下可以转的天赋点就更多了。接下来是中怪寒尸，血量虽然上来了点，但依旧被暗黑龙2下1个，妹子们感觉有点怪怪的，总感觉带他们的人不是那个大腿召唤师，而是那条帅气的飞龙。转头一看，那个大腿咋躺椅子上了？接下来就是一路平推，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：第一，给召唤兽下命令；第二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剩下的交给召唤兽就行。操作最简单的职业没有之一，甚至拿出了小桌板，泡了壶热开飞。BOSS 战的时候对阵的是7级的冰寒狮王，血量高达11000。除了有3级减速光环之外，还有召唤群狮、冰甲术、寒冰星的技能。可暗黑龙先是远程风刃拉扯，用5下点射破掉冰甲。冰寒狮王一直咆哮，召唤出数只小怪冲锋。暗黑龙则丝毫不慌，翅膀扇着锋刃，而有些僵尸冲到身前的时候，一口龙焰喷出，瞬间几只僵尸嗷呜一声滚倒在地。最后一只小僵尸冲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正好全部点死。而这会儿 BOSS 也扑到面前，是不是寒气？可就在这一瞬间，巨龙冲锋减3000，而且还把冰寒狮王给顶开10多米远，翅膀扇动，一个后撤步继续拉扯。接下来就这么循环，暗黑龙被打掉半血的情况下，狮王 BOSS 一命呜呼，不敢倒下。冷风忍不住感慨，真猛啊，凡哥！说实话，之前学校里教过很多进深渊需要注意的攻略，他仔仔细细复习了3年。书上说，这一场首领战 BOSS 有减速光环，还能召唤小怪，一定不能被近身，要绕着打，否则一旦被粘住就是团灭。可现在人家召唤师一路就平推了，S级天赋这么强的吗？你呵呵一笑，别惊讶，羡慕尸体。得到了一件寒冰甲，一双新手法师靴子，一本召唤系技能书，还有一个冰寒宝箱。打开后是一件白银级装备 LV5 冰晶吊坠，效果是佩戴后增加10点冰抗，减少20%解毒效果，并免疫1次冻结。而你也顺利升到6级，生命值上限来到1230点，还有17自由属性点呢。新技能解锁召唤兽狂化。退斗后啊，3个妹子都缠了你家的好友，冷风也先回去交任务去了。而你回家后，二话不说，恶魔契约启动，直接把自由属性点全加到生命上限，1点加50，血量提升到2080，再用1000生命上限换了100天赋点，全怼在暗黑龙身上。但这次这出现些许不同，计划路线居然出现了分支，有容人卫兵形态的卡戎，以及辅助形态的妹子空蝉，掌握容人之力的御空和最纯粹的毁灭路线暗灭诅咒巨龙。仔细考虑了一下，还是选择了卡戎，毕竟召唤师最需要关心的还是自身安全。这家伙一看就是个全能型选手，已经进化为4阶龙人卫兵卡戎。好家伙，异常强力啊！体内拥有2个灵魂，血量低于1半时会进入远程状态，
血量高于50%，则会切换成近战，攻击敌人血少的怪物时会产生双倍，真的好狠。接着打开刚才爆出的召唤技能书，这是远古系怪物专属的召唤术。嗡，光芒一闪，一个小萝莉出现在面前。仔细看了一下，这家伙名叫逆转，定位是辅助和治疗，每一次不攻都能积攒能量，能量条达到100，就可以为血最少的友方怪兽恢复生命值。天啊，这不就是战斗型奶妈吗？而这时，逆转的天赋树也出现在了你脑海里，里面显示它有2条进化路线，一条是最终进化为可以低血量电杀敌人单位的暴力奶妈日系，另一条则是纯辅助减伤的月系。乖，这天赋树也太大了吧！等等，仔细一看，除了已知的远古和祖龙的进化路线以外，还有尸鬼、心灵、木偶和原生，居然这么庞大吗？系统呵呵一笑，没错，主人，这就是《超进化物语2》的天赋树呀，可以自己培养不同系的怪物进行进化。你仔细研究了一下，里面的各种进化方式真的不得了。除了刚才的多级进化，还有各种其他类型，例如变态进化，一开始是人，后面变成兽形，一只辅助史莱姆可以进化为一头残暴帅气的龙王，也可以进化为一尊至高无上的神灵，更有萌妹进化，男怪兽变女怪兽，一只小鼻涕虫甚至可以进化为一个战神女高达。更离谱的还有融合进化，让俩怪兽的特长结合到一起，你是一整个震惊柱啊！这会系统还提示主人，请不要惊讶，要是觉得这些进化路线还不够，《超进化物语2》里面还有迷之巢穴 DIY 玩法，可以自由组装怪兽部位，打造自己的 DIY 怪兽。哇塞，刺激！如果让这些自己培养的家伙去战场上激情碰撞，那得有多爽！强化完卡戎后，你发现还有个最重要的提升没有动，那就是你的核心海克斯敲符文呀，每提升5级就获得2枚。迫不及待抽取！恭喜您抽取到黄金级符文，主打一个陪伴。恭喜你抽取到白银级符文书库卡片。查看效果，主打一个陪伴是提供一个训练假人，一切攻击召唤师的伤害都会优先攻击假人。每一次深渊副本结束后啊，如果假人存活，则额外提供10属性点。书库卡片呢，则是获得一本文章之书，可以从随机的4个羁绊文章中选一个，并获得一件装备锻造器。虽然没有抽到冷采级符文，但这俩也不错呀。先把文章之书给用了，选择执事文章，这样队伍就凑到了3个执事。